戰鬥結束後，士兵們如何處理敵軍屍體？程序規定，絕對禁止任何單兵擅自脫離掩護，貿然上前，徒手觸碰敵軍軀體。標準戰術動作是雙人或三人戰鬥小組協同推進，一人保持高姿持槍警戒，槍口對準目標的中枢神經区，通常是額頭或上胸部。另一名士兵保持安全距離，用长槍槍管挑动目標，或者利用强光戰術手電直射瞳孔來刺激其神經反射。當確認安全後，打掃戰場便會進入情報搜集和清理隨身物資環節了。這裡也是最能體現正規軍與烏合之眾的區別了。根據規定，敵軍陣亡人員隨身攜帶的制式武器裝備、未銷毀的彈藥、戰術無線電台、戰術數據終端、加密通信模塊、紙質作戰地圖、行動日記以及未被摧毀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，屬於極具情報價值的合法軍事實體與戰利品，必須由營連級情報參謀進行編號封存，但與軍事行動無關的個人私人物品，例如什麼首飾類、宗教護身符、家屬合影、未寄出的家書、隨身现金、錢包以及身份識別牌，屬於受到國際人道法保護的私人物品，嚴禁任何形式的私自占有、倒賣或當作戰功紀念品收藏。在現代軍事法庭體系下，搜刮私人物品的行為都會直接被定性為嚴重的戰爭罪行。在搜查遺物的同時，身份標識確認與數字檔案建立同樣至關重要。如果敵軍佩戴了身份識別牌，處置人員會嚴格按照條令取下一枚用於戰死者登記總表的歸檔核銷，而另一枚帶有防鏽鏈條的識別牌必須留給遺體，以便後續各方復核。如果遇到沒有身份牌的非正規武裝人員或遺體殘缺不全的情況，後勤醫療人員會啟動法醫學現場勘驗，使用高清防眩光相機對死者的面部特徵、特殊紋身、手術疤痕、牙齒磨損與缺失狀態進行全景式拍照記錄，採集雙手食指指紋，並使用無菌試紙提取口腔黏膜或深部肌肉組織樣本，裝入防滅活 DNA 採樣試管中進行條形碼封存。完成以上工作後，一線步兵部隊必須迅速撤出這片區域，將現場全面移交給戰區後勤保障兵團。為什麼一線戰鬥部隊不能繼續留下來？就這麼說吧，如果讓一線作戰部隊長時間浸泡在腐敗環境中，不僅會因嚴重的生物污染導致部隊遭遇大面積非戰鬥減員，甚至可能對士兵造成創傷後應激障礙。專業的收容部队進入戰場後，會全員穿戴防化防生物侵蚀手套與生化防護服，將遺體妥善放入特制的加厚防滲漏、抗撕裂、带气阀的人體遺體收容袋，並迅速裝載進戰地恆溫冷藏集裝箱或冷凍卡車，向後方大型野戰基地轉運。當然，真實戰局往往瞬息萬變，如果戰況陷入極度殘酷的焦灼狀態，後方補給交通線被重炮或航空兵徹底切斷，或者冷藏轉運設備根本無法運抵前線，戰場指揮官在取得戰區最高指揮機關的授權後，就會不得不啟動戰地緊急臨時掩埋程序。首先，選址必須經過防化與衛生工兵的精密勘測，必須設立在地勢較高、土壤乾燥且距離任何河流、水井、地下水水源地及居民點至少500米以上的背風區域，絕對杜絕濕水滲透，污染軍民共用飲用水系。其次，挖掘的戰地墓穴或集中戰壕深度必須達到2米以上，坑底必須預先鋪設厚度不低於10厘米的生石灰、漂白粉或專用消毒阻隔劑，進行無害化中和反應。最關鍵的是，工程兵必須使用軍用級高精度差分 GPS 鎖定每一個掩埋點的经纬度坐標，在軍用戰術地圖上繪制出精確到厘米的网格化埋葬平面圖，詳細標注每個坑位內安葬的人員代號、遺體帶編號以及遺物密封箱的位置。這麼做就是為了確保在戰局平穩或戰爭徹底結束後，國際人道主義機構能夠準確無誤地完成開挖、驗屍與遺體回遷工作。當硝煙徹底散去，敵對雙方走上談判桌簽署停火協議時，整個處置流程將迎來最後的終局。在中立國代表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嚴密監督下，交戰雙方會在停火線、非軍事區或指定的陸路口岸舉行極其嚴肅莊重的交接儀式。此前封存的所有 DNA 數據包、指紋、檔案、個人遺物、密封袋以及遺體將被完整移交給死者所屬的國家、政府或軍隊代表。而對於那些所屬国政府已經徹底解體崩溃，或者在海量基因數据庫比對後依然無法確認身份的無名敵軍遺體，則會被統一遷葬至指定永久性戰地軍人公墓中，墓碑上會統一刻上未知陣亡軍人的編號與戰役日期。